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文。那今天要介绍的是 Figma 上5个图片效果神器，然后都可以帮大家打造一些我觉得效果很特别，然后很适合用在一些海报设计上的工具。那会特别介绍这些工具呢，主要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知道 Figma 也能做出一些让人很惊艳的图片，而不是想象中可能它看起来很阳春，好像很多效果都内建都没有，但其实搭配插件功能呢，它其实可以做出很多很棒的效果。而且今天要介绍的这5个效果，过去在一些其他我用过的设计工具上，可能不好做出来，或者是说它可能根本做不出来，对，或者是很难去实现。那或者是说，你可能用第三方工具好了，那有些工具可能你需要付费、另外安装等等的，都会比较麻烦或成本高。那今天介绍的5款呢，都是 Figma 内建的，应该说插件里面的工具，你直接很简单就可以安装、开启使用，然后这些工具也都完全免费。那我接下来会简单的带大家认识这5个工具，然后以及它能够做出的效果大概是什么，简单的快速跟大家介绍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套用在自己的设计中。好，我们有几个案例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我们都用同一个图片，然后来去让大家看看它的效果。那第一个是 Pixels。那这个工具呢，它其实就顾名思义，它就是制作像素效果的工具。那我们点击照片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在这边去选择它的颗粒度去生成。那这边先说明一下，它只支援照片。如果你自己绘制一些插图什么的，就没办法使用，你会转换不了。所以像我们这边，我们就先从预设的开始，然后我们就按 Apply。那可以看到它就改变了效果。那像这个就是颗粒比较细一点，那如果我们往右拖，它会实时的改变，然后越往右拖，它的像素的颗粒感就越大。然后，所以你可以依照你自己想要呈现的质感来去调整。那这边再分享2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其实是在 Fill 这边多新增一个图片去做调整。所以呢，你其实只要把眼睛关掉，把原图打开，你的原图其实是一样是还在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调整过去我会不会没办法再调回来，就是这不用担心的。那如果你今天很喜欢这个效果，然后你想要把它放更大，然后或者是做里面的一些颜色微调，然后甚至是印刷使用，那你都需要向量档嘛？那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按下去，它会再生成一张新的图。那这个图呢，它就是向量档，它里面的这些它都帮你转成向量了，你都可以另外的去调整颜色，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再做细修，或者是说增加一些图案等等的。然后当然它就是因为是向量了，所以它放大也不会画质变不清楚。OK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款工具 Pixels，然后向量的东西适合把图片直接转成向量，然后变成这种像素风格的插图。然后这边再分享一个应用，就是其实你也可以，比如说先去备好，那比如说只留主体，然后再去变成向量，然后再去转成像素，转成向量，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向量的小插图，然后用在你的设计上。
OK，那我们来介绍第二个。那第二个工具呢，它其实是长虹玻璃的这种效果产生器，然后它效果就是很简单，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打开工具。那我原本就选取了图片，所以其实它打开的时候，它这边就有一个效果的预览画面，然后这边它有一个调整的拉条，你可以去调整它的强度。那往左呢，就是强度变低，就是它的那个线，就是玻璃的那个，它就是类似折线效果的感觉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折线，然后就会越少，然后往右呢就会越多越密，所以你可以先在这边预览你想要的效果，然后我们再按创建。好，它这边呢就会，你可以先关掉，它这边就创建好了。它其实就是切割好几张图，然后把它切割成好几份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先看它的，就是如果我想要做出那种就是一半被遮住，一半没有被遮住，我可以怎么做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其实我们先把这边里面把它群组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放到它前面。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用，比如说像这样子的方式，比如说我把上面的图删除一些掉，那可以看到，就从这边开始是这种长虹玻璃效果，然后原本是原图，然后把它们两个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做出这种就是一半有效果，一半没有效果的呈现方式，然后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到第三款，那第三款是这种类似我们可能所谓故障风效果，就是中文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故障风效果，然后或者是说大家可能在一些赛博朋克的设计上可能会去看到的。好，我们一样打开工具。那打开工具之后呢，我们一样选择图片。那它这边就没有直接预览，它这边需要你把它 input 进去。我们 input 我们的选择进来，然后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。那接着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的图片去做调整。调整就是很简单，它这边有一个效果，那效果它也用拖拉杆的方式，每个拖拉杆里面呢，它对应不同的效果，比如说这种就是不同的 RGB 颜色，然后像这种就是有那种分割效果，然后不同的，就它有很多负片啊等等的，就大家可以看到效果有很多。那我们先做几个，一个是我跟大家分享我可能会怎么做。好像这边我觉得 RGB 不同颜色这种效果我觉得不错，我就把它按 Export 输出。
好，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有这个效果的图。那接着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再把它 input。好，input 之后呢，你看同样效果，它又有不同的呈现形式。但我这次想要不同的。好，我想要这个，然后我再 export。然后我就又得出了这一个，所以它的使用方式，我觉得比较适合用这种叠加的方式，就是你可以先把原图丢进去，叠一个效果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叠的这个效果的图再丢进去，然后我们再叠第二个效果，然后叠第三个效果。那你中间当然也可以，比如说，你觉得这个叠这个不好，那我们就是也是一样这个嘛，然后我们再输出一个这个。好，我们就等于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组合，就是这个变这个，这个可以变这个，也可以变这个。对，然后你这边可能可以再延伸，然后这边可能可以再延伸，然后或者你从头再做不同的效果，然后去做出不同的组合。那依照不同的图片啊，它可能有适合的形式，或是有时候你要多试几次，然后去找到比较适合你的喜欢的这种效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介绍第四个。第四款它的这个效果呢，它其实呈现的是我们电脑里面的那种，就是早期电脑低解析度所带来的那种抖动效果。我们一样把它选取之后 input，那 input 之后进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呈现预览效果。那我们一个一个解释它的就是这些数值是什么。Step 呢，其实就是颗粒度的粗细，就是你可以想想看，就是比如说一就是最细的颗粒度，然后你把它拖高，它就是颗粒度最粗。然后再来这边呢，则是不同的色彩模式。那它有些色彩模式是依照一些设备去取名的，比如说像是苹果的其中一个电脑的色彩模式。那你想做出这种效果的话，那种复古效果的话，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照片啊、素材用这个方式去呈现，就可以很好的去做出这种复古风格效果的图。然后像这边是不同的这种点状效果，然后还有它其实可以调的数值、颗粒粗细、色彩风格之外，还有颗粒的纹理。然后最后这边呢，则是我们的亮度跟对比，比如说的调整，然后对比度的调整，就是它的效果都会不一样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pixel 的解析度。它就是你要如果比较检视大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拉，然后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我们调整过后的效果。然后像这个解析度就比较低，然后我们把它 export，然后大家可以看，就是刚刚那个是1440吧，跟480的，就是颗粒的粗细度就不一样，就是里面调，就是你从这边调，它最后输出的那个解析度也会有差。然后你像这边调高，它其实就会让你看到它的
细节变多。然后，所以大家可以依照你自己想呈现的质感去调整。那像这个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就蛮适合去调整，说就是设计一些复古风格的，像这种粗细的程度就蛮好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到最后一款，也是第5款。那这一款 Noise and Texture， 然后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，它就是做噪点跟纹理效果的一个插件工具。那过去我制作这种噪点效果呢，我都是选择像是用 Photoshop 或者是以拉来制作。啊，不过用像以拉的经验就是会电脑超级大，然后常常可能就是你不能做太复杂，或者是你电脑不够好，简单的一些噪点插画你可能就很容易跑不动。然后 PS 的话其实是蛮好用的，但是 PS 的缺点就是它可能比较不适合就是向量，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图片解析度就要开够大，就是它没办法向量去绘制。那这个工具呢，它就是可以让我们做向量的，然后或者是照片都可以。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好，首先是照片，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它其实就是有一个视窗，然后视窗这边呢还有不同的效果，像这个就是不同的纹理。第一个呢就是噪点效果，那随机的这种点，然后我们可以调整尺寸、调整颗粒的粗细大小，这边都可以预览密度，然后颗粒的形状，还有它的就是范围，就是你要整张嘛，就是通常来讲，整张就是会是零，然后或者是说哦，你可能是中间部分比较强，然后旁边是没有淡化的，你就可以调整它的数值，然后旋转的角度等等的，然后再来最重要，我觉得是颜色吧，因为有时候不适合说什么都是用黑色，可能颜色要比如说淡一点的灰，或者是说你可能要搭配不同的颜色去做不同的噪点效果。然后还有里面可以调一些明度、亮度、色彩、增值的这些照片的一些变化。你可以针对它是针对这噪点去处理的，比如说你针对噪点要做色彩增值在照片上，也是 OK 的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先选择，然后可以看到，就是我在上面就做出了就是这种，就是把我的黑色的这个点加进来。然后除了这个点之外，我们其实它这边也有其他不同的效果，可能可以让你增加。还有看到吗？就是像这种色块的效果，还有这种效果。就它的效果是很多样化的。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，但我们今天主要是以这边的效果为主。那这个是你的设定的效果的储存，这个就今天我们不会提，我们大家就只要先使用这边就，我觉得就蛮够用的。好，这个是照片，照片它可以就是做这些调整，然后颗粒度的调整，比如说大一点就会变这样子，它都会及时去预览呈现。那前面介绍的工具主要都针对图片，那这个它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好是它连向量图也都可以，所以像是这个就是一个向量的插画，然后我就可以在上面去增加这种就是噪点质感的效果。就
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去增加我们的噪点效果。然后密度，然后比如说颜色，哦，它这可能是偏橘色，那我们就用深一点咖啡，都可以去调整。比如说叠加效果，可能看起来又会，它会跟着底色去，它会被底色影响，所以可能看起来又会自然一点点。那这个呢，它其实就很适合我们在画一些插画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插画看起来太平，然后没有质感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去帮它增加一些噪点效果，那你的插画就会瞬间变得看起来比较质感。那我们在之后的教学呢，我会专门出一个片，是分享如何在 Figma 里面去绘制一些简单的插画。然后再搭配这个工具，然后去做出比较有质感的插画效果。好，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关于这5个工具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你有想体验这些工具，我都把这些工具的连结放在资讯栏，那你点击之后就可以直接安装了。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呢，就欢迎大家可以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这对我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，谢谢大家。